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新闻节目。当今社会，谁拳头硬，谁就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因此，各国为了站稳脚跟，开始想尽办法提升自己综合实力。有的寻找大国靠山，有的靠自己，多多少少都有所长进。其中，我国的发展速度引起全球关注。美国这下坐不住了，担心被夺走霸主地位，开始动用甩锅、抹黑、威慑等卑劣的手段制裁，妄图将新兴国家扼杀在摇篮中。如今看来似乎失败了。实际上，忌惮我们实力的不止美国一个，亚太地区还藏着一个国家对我们虎视眈眈，凡事都想和我们一较高下，还放话要成为亚洲第一。对此我国并不在意，毕竟我们一开始的定位就很清楚，那就是提升综合实力，让自己拥有足够的自保之力，保护本土不受他国侵犯。即便是现在，也从未改变初心。俗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我国坐拥众多先进武器，还不断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眼红的国家自然不少。印度第一个表示不服。一直以来，印度都很热衷给各国军事实力排名，当然也很关注他国对印度军事实力的评价，还曾质疑日本的排名，认为印度应该排在第二。印度之所以如此自信，就是觉得美俄等国家在背后给其撑腰，只要有钱就能得到任何先进武器装备来扩充军备。但要想成为一个大国，拥有自主创造能力是最基本的。为此，印度公开放话，表示要建造亚洲第一艘核动力航母，领跑亚太地区。看似简单，然而印度建造的国产常规动力航母还问题重重，更何况是难度更大的核航母。要知道，全球掌握这一技术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法国，复杂性可想而知。这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比起外界的不确定，印度似乎显得信心满满，预计投资30亿美元建造一艘排水量在65000吨的航母，初步估计可搭载54架舰载机，还表示领先003航母20年。难怪外界质疑，印度建造一艘国产航母就费了15年时间。虽然已经完成第2次海试，但一步一磕头的航行方式还是有点吓人。有专家表示，常规动力航母通过从各国引进零件组装，还摇摇晃晃，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认为能建造出核动力航母。再强大的野心也需要实力支撑，否则都是空谈。印度还是想想如何提升本国本土的军工实力吧。这2年全球经济复苏似乎不如预期，这直接冲击了一些国家的军备计划。就在这2天，韩国传出大砍未来的 CVX 国产航母的经费的新闻。无独有偶，印度媒体披露，该国第3艘航母的指标会有所下降，原计划拟建造的大型航母恐会缩水。11月16日，印度网站从印度军方获悉，印度海军正在制定修改后的15年海上能力展望计划，而这一计划也将与印度国防部军事事务部制定的10年综合能力发展计划保持一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印度第3艘航母，同时也是第2艘国产航母能够上马。今年，印度国产航母计划终于在拖延多年后取得了标志性的成就。2013年就已下水的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终于开始了首次和第2次试航。这艘由意大利提供总体设计，使用美国燃气轮机、以色列相控阵雷达和武器系统、俄罗斯制造的米格29K 舰载战斗机的新航母，满载排水量大概是45000吨，和从俄罗斯买回来的维克拉玛蒂亚号一样，都属于中型常规动力滑跃起飞拦阻降落型航母。为了把印度洋变成自己池塘，印度早在好多年前就规划了第3艘航母，甚至名字都想到了，叫维沙尔号，梵语里是巨人的意思。2015年时，任印度海军参谋长多尔万将军甚至对外放风，维沙尔号将是一艘核动力超级航母，但最后变成了65000吨级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在舰载机运作能力上，维沙尔号将比维克兰特号有很大的提升。他们计划向美国购买先进电磁弹射系统和先进拦阻系统。在奥巴马和川普时代，印美甚至为此成立了工作小组。2017年10月，川普政府确认向印度出售电磁弹射系统，而在2018年后，印度还和英国合作，想打造一型使用电磁弹射、拦阻降落，类似于伊丽莎白女王级的常规动力大型先进航母。而这曾是英国未来航母计划在本世纪初的最终目标。但印度经济状况不佳，加上被疫情重创，
一切都变得不可能。消息人士称，印度海军正在降落第3艘航母的吨位和整体规格，为了节省造价，要混用舰载无人机和有人驾驶舰载机。如果使用电磁弹射器，那么美国的波音 FA-18EF 超级大黄蜂就会希望大增。毕竟印度人已经对连连坠机的海之点忍无可忍。但如果吨位降至5万吨，使用这么一款30吨级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作战效率恐怕也会受限。相反，达索的阵风 M 或者印度斯坦正在研制的 TEDBF 双发版光辉舰载型更加合适。但舰载无人机对印度航空工业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最近公布的飞翼布局隐形无人机还不过是个 PPT。其实印度对于要不要造第3艘航母，军方内部有很多不同声音。印军现在的一把手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将军曾强烈质疑第3艘航空母舰的可行性，同时坚持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潜艇上。而印度海军副司令则认为印度需要建造一支平衡的海军，第3艘航母和新型潜艇 P-8 反潜机都有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建造航母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否则 GDP 还高于印度的法国为何在2013年取消了 PA-2 航母计划？印度当年从俄罗斯免费买来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改建费用超过了20亿美元。自制的维克兰特号截止2020年造价为31亿美元，新航母恐怕没个60亿美元拿不下来。还有一个难言之隐就是技术问题。别看把航母放大看似比较简单，但实际上造船工业要有物质条件。建造维克兰特的科钦造船厂在强力外援的帮助下建造已经是严重延误，拖拖沓沓，而且船厂的干船坞长度刚刚只有不到270米，刚够维克兰特号这样的4万吨级中型航母使用。而伊丽莎白女王级的长度达到280米，而苏格兰罗塞斯船厂起吊船体舰岛模块的1000吨级重型龙门吊还是从上海振华港机买的。科钦造船厂现在不具备建造大型航母的能力。中国第3艘航母距离下水还有3到6个月时间。据美国彭博新闻社10日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9日的报告中称，上海江南造船厂今年在这艘目前被称为003型的舰艇上取得稳步进展。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看出，航母主要外部组件的安装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艘技术能力几乎与美国航母相当的中国新航母最早可能于明年2月下水。根据 CSIS 的报道，9月的卫星照片显示，003型航母甲板上仍可看到2个大型开口。分析11月的照片则发现已接近完工。分析人士认为，接下来只需安装一些额外装备，如雷达和武器系统，这艘航母就能从长江下水。而该舰使用的弹射器是中国海军的一次重大飞跃，将使中国加入目前仅有美国和法国的专属俱乐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有了新的发射系统，中国可以在海上部署包括空中预警机、加油机和电子干扰机在内的机队。美国国会10月份的研究报告中称，中国新航母排水量预计约为10万吨，与美国同级航母相当。不过，考虑到建造现代航空母舰的技术挑战，新航母投入现役还需几年时间。CSIS 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马修·夫奈奥尔表示，003型似乎拥有与美国相同的弹射技术，甚至可能已经先进到使用电磁弹射系统，跳过除最新的美国舰船外仍在使用的蒸汽弹射系统。他说，这将是中国军方首次涉足现代航母，是向前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航母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作战能力，在外交威望和力量投射方面也有很大作用。在关注了中国新航母的先进技术后，美媒及专家开始为自己打气。彭博社称，003型是中国最大最现代的航母，但与美国的尼米兹级或福特级核动力超级航母相比仍有差距。中国也缺乏支持大型主力舰执行长期任务所需的全球港口网络。中国仍在开发从航母上起降的可靠的第5代战斗机。CNN 分析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舰队仍将在实践领域领先于中国。
富奈奥尔说：“我们几代人一直从事航母操作。我们有许多不同运营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可以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后继者。”富奈奥尔还表示，美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就在于航母。中国海军的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但美国航母拥有众多弹射器、更大的飞机跑道和更多升降机，可以更快部署战机。军事专家宋忠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美航母发展历史差距很大，美国在经历2战后国力大增，加之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非常重视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大型水面舰艇。美国具备很强的航母设计、建造和使用能力。当前美国拥有11个航母战斗群，而且还会有3艘航母陆续加入现役。美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航母战斗群，这是不争的事实。宋忠平认为，从当前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角度来看，中国有必要发展航母，加快速度研发航母，让航母尽快形成战斗力和保障力，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中国航母发展速度的确比较快，同时中国有后发优势，可在航母的各个分系统应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